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还在世的时候，国外网友分析她的影像资料，发现她经常出现爬行动物一样竖着的眼睛的情况，因此很多阴谋论者认为英国皇室很有可能都是蜥蜴人。今天的故事呢比较悬，大家听听就好。想和我学习做视频，随时交流，参加文中野婚检训练营。上个视频我们看到的这段影像 ，Facebook 的创始人扎克伯格的某些举动非常像一个机器人，除了表情、神态，连喝水的动作都非常的违和。再看拜登，他的很多行为都不太寻常，不像是一个人该有的行为。很多人就猜测这些商界大佬其实早就已经不是本人了，而是被人替换成了人造人。我们再看这双眼睛，会让你想起什么呢？其实关于蜥蜴人的都市传说，这些年它并不在少数。传说在很久以前的时代，一个被称为执政官的高维生命体来到了地球，他们是3维世界和4维世界都能生存的跨维度生物。他们的3维世界就像是蜥蜴一样，执行官作为一半的精神生命体，他们的成长和进化都需要大量的精神能量，而3维智慧生命是他们能量最足的来源。但是地球的原生人类由于他们的非常智慧和友善，很快就发展出来了高度文明，生存接近于乌托邦的环境中。人类的情绪也开始整体趋向于正向，这么一来执行官就坐不住了，因为执行官所需要的精神力量主要是仇恨、恐惧等负面极端的情绪。为了让人类的源源不断的产生这种恐惧，执政官把自己的基因和人类结合，创造出了一批被称之为监狱长的新人类。执政官扶持监狱长获得大量的财富和权力，使人类贫富分化、物质分配不平衡。随后执政官再驱使监狱长挑起人类的种族仇恨，发动战争和疾病，以此来获得巨大的恐惧力量。这些监狱长就是蜥蜴人，他们也在世界各国扮演着高层和巨富，控制着人类文明，不断制造出灾难。而所谓的新世界秩序也是执政官服务计划之一。归根结底呢，就是为了引发人类的恐惧，并且因为执政官的特殊需求，才会出现我们开头所说的那些很多世界名人政要他都不像活人。按照执政官的假说的逻辑，执政官需要确保监狱长在地球上拥有绝对的领导力。他们除了需要掌握大量的财富、最多的权力之外，更重要的还有很大的声量，需要能够引导人类的思想。因此名人政要也就成为了执政官和监狱长必须拉拢的资源，尤其是人气很高的世界巨星。所以许多巨星在成名之后不断接到监狱长的邀请，他们只有一个选择，就是投靠监狱长，从此获得海量的商业资源、财富和更多的人气。但作为交换，这些巨星也需要拥护监狱长的主张，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声援监狱长们。而有些意识到其中的危害的巨星自然就会拒绝这种邀请，但拒绝的下场就是离奇的遭遇或者是无端的自杀。许多人猜测当年的李小龙、迈克尔·杰克逊等世界巨星就是因为拒绝了监狱长的招安，才引来了杀身之祸。但是这种操作如果太多，监狱长和执政官他难免会有暴露的风险。因为近些年执政官想到了一个新的办法，就是用制造出来的这些名人克隆体去替换不听话的名人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以绝后患。正如视频开头所提到的那几个人，拜登如果真的是民主党的傀儡，那么民主党后面是不是有更大的权力的神秘组织呢？5亿人口计划最终留下的是什么群体呢？我们的意识到底是自由意识还是受别人的管控呢？我们下个视频继续。